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吉村原子老师的著作《瞬间切换情绪的脑内独白》。这是一本非常推荐给容易被负面情绪拖累、想学习积极思考方法的人的书。我们每天在脑海中都会低声自语成千上万次，而这些脑内独白的内容，决定了我们会变得消极还是积极。本书通过具体而实用的技巧，系统的整理并介绍了如何用一句脑内独白，在瞬间将情绪切换为积极状态的方法。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当被说了不中听的话时，让人际关系变顺畅的脑内独白；第二，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整理思绪的脑内独白。首先是第一部分，当被说了让人不舒服的话时，让人际关系顺利的脑内独白。一，当被多管闲事的建议惹得心烦时，他人的建议有时确实是能在关键时刻拯救我们的宝贵经验，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感觉你现在的做法是错的，仿佛自己被否定了一样，因此很难坦然接受。即便我们明白对方是出于好意，内心也还是会忍不住产生抗拒情绪。当你有这样的感受时，不妨在心里对自己说下面这句话：听也好，不听也好，能坦然接受当然最好。当你收到了建议，你其实拥有很多选择，要不要采纳，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请把自己从我必须照着做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吧。案例分享： A 小姐一直对工作能力很强的同事 B 先生频繁插手自己的工作感到心里不舒服。B 先生常常特意凑过来看他的电脑，说一些诸如这样效率不高吧，我知道更好的方法，要不要教你。即使 A 小姐并没有请求，对方也会主动给出建议。然而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同样被 B 先生插手的后辈，一边回应着哦是这样啊，一边却自然地忽略了那些建议。那一刻， A 小姐突然意识到，原来是我一直下意识地认为别人的建议就一定要接受。这种我必须这么做的无意识思维定式被称为无意识偏见，像是既然被建议了，就必须接受，这是前辈的指示，所以一定要服从。我们往往会在无意识的信念影响下做出判断和行动，但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能为自己增加更多的选择空间，从固有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当你跳脱了这种必须如此的想法后，反而有可能会觉得，或许坦然听一听建议也不错，从而更容易接纳对方的话。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思考和行动被他人的话限制住了，让心与头脑都柔软下来，突破口一定会出现的。2，当你对对方的任性感到不快时，比如在摆着各种各样蛋糕的桌子前，有人第一时间就说我要这个，把自己最喜欢的蛋糕抢走；或者在被分配到麻烦的工作时，有人干脆利落地说我不想做，直接拒绝。对于这些对自己真实想法很坦率的人，你有没有感到过一丝不爽，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呢？当你觉得对方的言语或态度很任性，让你内心躁动不安时，不妨在心里轻轻问一问自己一句：其实我是不是也想那样做呢？人类是一种90%由无意识支配的生物，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往往出乎意料的迟钝。但当你因为对方的言行而产生不快时，那里很可能隐藏着你自己的真实心声。C 小姐成了新入职员工 D 小姐的带教负责人，可每当她把工作交给 D 小姐时， D 小姐都会毫不愧疚地说这个我做不了。 C 小姐对这种连认真考虑都没有就直接说自己不行的任性态度感到十分烦闷，于是向同事诉苦。没想到同事却说他还是新人嘛，多体谅一点吧。 C 小姐忍不住反驳这是工作啊，怎么能这么任性。这时同事却对他说了一句让他恍然大悟的话：你自己难道就从来没想过依赖别人任性一下吗？ C 小姐是3姐妹中的长女，她从小就一直照顾弟弟妹妹，只要一提到自己的需求，父母就会说你是姐姐
别这么任性。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已习惯了不依赖别人，默默忍耐，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直到这一刻，C 小姐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自己心里也有任性的情绪，也有想要依靠别人的愿望。像这样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真实的自己，被称为内在小孩。因为真实的心声潜藏在意识之下，所以我们很难察觉。但当你因为别人的行为而产生负面情绪时，如果能试着转换视角，问自己一句：我是不是也想这样做？也许你就能发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对他人的任性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当你感觉自己快要降低自我肯定感时，让自己变得积极的脑内独白。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沮丧地想：果然我不行啊？失败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了的你就是个不行的人。当你觉得自己的自我肯定感似乎要被拉低时，这时就该让一句脑内独白登场了。具体来说，到底哪里不行？在没有进行任何具体检验的情况下，我们常常会在无意识中直接认定我不行，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让我们试着切换这种思考方式吧。易小姐是在一位非常爱操心的母亲身边长大的，她从小就经常被母亲说：你真是个不行的孩子啊。这并不是严厉的责骂，而更像是真拿你没办法的语气。然而长大后的易小姐心中却深深留下了一种类似罪恶感的念头：不行的我。在工作中，哪怕只是被指出一个小小的输入错误，她也会立刻情绪低落，心想果然我还是不行。在家里不小心把锅烧糊了，她也会像往常一样立刻切换到我不行模式。就在这时，丈夫笑着对她说：只是稍微烧糊了一点，算是失败了一次而已嘛，哪有那么严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会在无意识里省略掉很多语言信息，比如是谁、什么时候、在哪里、对谁，以及判断和评价的具体标准等事实都会被省略掉。这种现象被称为原模型中的省略。一旦发生省略，我们就可能把并非事实的东西当成事实来理解，尤其是像我不行这样的负面认知，如果不有意识地去检验它是否真的正确，就很难发现这其实只是误解，结果就会像易小姐一样，长期停留在我不行模式中，不断降低自己的自我肯定感。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整理思绪的脑内独白。脑内独白：一失眠的夜晚。你有没有在失眠的夜晚感到痛苦过？这种时候，请试着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正在保护我自己呢。睡不着，其实是有原因的。在无意识中，我们正在试图保护自己。失眠的夜晚，往往是因为你的脑海中正翻涌着一些让你痛苦的东西，负面的情绪，或是扰乱内心的事件。比如在工作中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健康检查被要求复查，和恋人分手了，明天不得不去见一个讨厌的人，明明知道必须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这是因为你不想让那些讨厌的事情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这其实是一种防御反应。当我们经历了强烈而负面的体验时，如果在那之后立刻进入充分睡眠，这些负面的记忆就会被牢牢地固定成长期记忆，这被称为记忆的固化。但我们并不想把这些痛苦的记忆深深刻进大脑里，对吧？为了避免这一点，大脑选择了不睡觉，于是就出现了想睡却睡不着的状态。所以失眠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其实是为了你而发生的现象。当然，即便如此，不睡觉就会导致睡眠不足，这个现实并不会改变。正因为如此，请在心里轻声对自己说：我正在保护我自己呢。通过这句话，给自己一种我被守护着的安心感，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有一个存在在保护着你。这种安心感能有效减轻你的不安，只要睡不着的焦虑稍微减少一点，内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也许自然就会靠近睡眠了。
脑内独白2：当你觉得一切都不顺时，人生本就有起有落。越是认真拼命活着的人，往往只要跌倒一次，就会觉得好像一切都不顺利了。如果有一天，你因为觉得人生在原地打转而感到悲伤，请试着对自己说一句：不要只看这里，看看整体吧。这样一来，你就能重新确认自己的视野是不是变得太狭窄了。真的一件幸福的事情都没有了吗？人生大致可以分为8个领域：工作、金钱、健康、家庭、人际关系、学习、娱乐、物理环境。将这8个领域的满意度分别用5个等级进行评分，并写下来，这被称为人生之轮。当你一个一个打分时，也许会发现，虽然工作方面的满意度不高，但在健康或人际关系上却很幸福。从整体来看，其实是相当满足的人生。人生有着许多不同的侧面，可一旦某一个方面不顺利，我们就会只盯着那里，误以为整个人生都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请试着切换视角，对自己说，不要只看这里，看看整体吧。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你的人生，你一定能重新发现那些被不小心忽略的美好部分。如果你能把每天无意识里反复出现的脑内独白一点点转变为更积极的内容，那么原本让你烦躁郁闷的事情，就能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更正向的视角去面对。你也会更容易注意到身边那些美好的事情，内心状态变得稳定，对他人的理解也会加深，沟通自然会更加顺畅。这样一来，人生一定会变得更容易一些。首先就从这个视频里介绍的技巧中，哪怕只实践一个，试着开始吧。希望这些脑内独白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地接住你。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